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再来讲数字人，因为近期有两个重磅级的数字人，即 Sonic 又出现了，一个是黑 Gem， 是由字节跳动出品，另外一个是雷腾 Sync 1.5 版本。所以我们将今天的内容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我们来比较3款数字人，第二部分介绍黑 Gem 以及雷腾 Sync 1.5 版本的安装及使用，第3部分讲免费数字人制作的思路和一些技巧。我们首先从口型效果、生成效率和画质来对比3款数字人。小微企业贷款提升到5000万，个人贷款提升到1000万，上面口子开得特别大，本质上是想让小老板们拿到钱促发展，而且要求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降低贷款门槛。禁止免责则是鼓励银行的客户经理大胆放款。对于缺资金的老板来说，这绝对算是大利好。但是怎么贷，哪家银行合适，如何利用现有资源最大化的拿到资金，或者用优质贷款置换偏劣质资金，依旧是企业主们头痛的问题。从口型效果来看，我认为黑 Gem 排第一，雷腾 Sync 1.5 次之， Sonic 的唇形效果不错，但牙齿部分时少时多，看起来总有些怪怪的。生成视频的速度，黑 Gem 依旧排第一，其次是雷腾 Sync 1.5。 Sonic 对显卡显存的要求极高，生成视频的效率是其他2个软件的1/5到1/8。画质方面，黑 Gem 和 Sonic 不相上下，雷腾 Sync 1.5 生成的视频质量有点糊，需要后期用剪映进行高清处理。此外，其他方面比如侧脸的说话效果，雷腾 Sync 1.5 和 Sonic 都可以生成侧脸人物的说话视频，而黑 Gem 不能完成此项任务。第二部分我们来演示如何安装和部署黑 Gem 数字人和雷腾 Sync 1.5 版本的数字人。首先我们打开这篇帖子，要安装黑 Gem 数字人呢，它是要对软件和硬件有要求的。我们的操作系统至少是这个版本的 Windows 10或者 Windows 11才可以进行安装。第二是硬件部分， CPU 推荐 i5-13400 或 AMD Ryzen 5以上， GPU 至少得是30系以上显卡，显存大于等于8G， 内存32G 以上，这个是硬要求没说的。第二部分我们要将 CPU 开启虚拟化，一般近几年配的电脑呢，主板已经默认开启 CPU 的虚拟化了。我们可以在性能管理器上进行确认，点击这个 CPU 虚拟化已开启，如果没有开启，那就需要重启电脑，进入 BIOS 设置，将这个虚拟化的按钮给它打开。第3步，在 Windows 上安装 Linux 环境，可以在我的百度网盘上下载安装工具，下载完成后是这样的，我们点击这个 WSL 处理文件，它就会自动安装了。如果你之前就安装好了，它也会检测虚拟机安装的状态。第2步，升级虚拟机 Finish 结束就可以。接着我们来到第4步，安装 Docker。 在 Docker 的官网上下载好 Docker 之后，我们首先来对它进行配置，点击这个小齿轮，点击源，将这个目录改到不是 C 盘的其他盘符下，不然我们装载了 Docker 的服务之后就会迅速占满 C 盘。接着点击这个 Network， 将这个 Host Working 给它打开，只需要这2步 Docker 就配置好了。接着打开黑 Gem 的 GitHub 主页，点击这里下载代码，将代码下载到文件夹之后，点这个 Deploy 文件夹，打开终端，输入这一行命令，回车，它就会拉取模型。我这里已经拉取完成了，而且是最大的那个模型，大概需要1个小时左右。关闭命令行，来到黑 Gem 的 GitHub 主页，下载可执行文件，就这个 1.03 版本。下载并安装好之后，在桌面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快捷方式，我们运行程序，点击快速定制，上传一段我们已经做好的视频。给它起个名字，比如说叫 Test， 提交定制，它很快就定制完成了。接着点击短视频制作，创建视频，选择我们已经做好的数字人，上传一段音频，
点合成视频。Heygen 制作数字人很快，30秒的一个数字人，大概需要2分多钟。好，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小微企业贷款提升到5000万，个人贷款提升到1000万，上面口子开得特别大，本质上是想让小老。下一次你需要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就把 Docker 打开，看到这3个点点都是绿的时候，说明模型已经加载成功，然后点击可执行文件，就可以继续制作我们的数字人了。第2个更新的数字人是 LatenSync 的 1.5 版本，它在3月14号升级之后，一是通过添加时间层提高了时间一致性，二是提高了中文视频的性能。之前的 LatenSync 的 1.0 版本呢，只是对英文支持的比较好。第3个跟我没关系，它只是将这个训练的显存降低到20G。LatenSync 1.5 版本，我给大家制作了整合包，点击启动一键运行，我们就用官方的这个人物，举个例子，点制作视频。我们来看一下效果。Food when it comes to relationships. My friends are really, you know. 第3部分，我想来分享一下制作一个像我这样既像真人又不是真人的这种数字人的一个思路。这种数字人它不同于卡通数字人或者真人数字人。真人数字人我们只需要录制一段自己的或者其他人的绿幕视频即可，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搭建一个绿幕环境。卡通数字人的脸型保持的比较好，这种数字人的难点在于脸型在生成视频的过程中会变形。制作这种数字人的大体步骤主要是生成图片，然后再根据图片生成视频。那么我们如何保持一致性？用到的工具我也罗列出来了，有可灵、极梦、Germany 生图模型、通义万象，还有康复 UI 的扩图和换脸的2个工作流。之后是 Hugging Face 上一个扩图的模型。首先我们要生成一个人物的图片，随便写提示词，后期我们都要通过 AI 进行调整修正。生成好图片之后，肯定跟我们的人脸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就需要通过换脸。目前效果最好的换脸工作流就是这个 Instart ID。 经过一步换脸之后，我们可以将我们比较满意的人脸图像传递到 Germany 图像生成软件，生成侧脸。为什么我们要生成侧脸呢？我们一会儿再说。生成侧脸之后，如果你需要全身的图像，比如说你需要手部的这个图像，那我们可以在这个模型中进行扩图。我这里就输入一幅图像，它这里可以选择居中、左右、上和下，因为我们是需要生成全身图像，露出手部和你需要表现的这个肢体部位，选择我们的图像在最上面。这里也可以输入提示词，比如穿一条黑色的裤子，点击生图。经过几次抽卡之后，我们会得到我们满意的图片。这个背景不需要太在意，我们都可以给它抠成绿色的，就用我上次分享过的一款抠图软件，就是这个软件。之后再将这幅图片传递到 Germany 生图模型，将手部给它露出来。因为我这幅图片已经露出了手臂，如果没有露出手臂的话，需要改写提示词，将手臂给它露出来。但是有时候 Germany 生图模型会将我们的脸带崩，那么我们还需要进行一次换脸。换脸完成之后，来到放大工作流，将这个图片给它高清放大一下。这里边后期的处理还可能用到 PS， 直到得到我们满意的图片。有了这个图片，我们来到可灵的多图参考，现在就要用到生成侧脸的那张图片，将这些图片全部传递上去，然后提示词写视频中的男人比划着手势给前面的观众讲述着什么，它就会生成一个脸部不崩坏的视频。当然可灵是收费的，也可以用这个通义。通义现在人物的一致性保持的也还算不错的。多生成几个这样的视频，我们给它拖到剪映里，首尾相间，这个选择倒放就可以将视频给它延长，再拖入第2段，复制倒放，然后新建一个复合片段进行智能抠像，填充背景为绿幕，这样一个我们数字人基础的模型就做好了。剩下的部分我们可以用 LatenSync、Sonic 或者是 Heygen 进行对口型操作。今天视频的最后，我想跟大家说一说美股。今天纳指跌了
接近2个点标普500跌了1点多个点，七姐妹血流成河。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盖伦出轻雨，沉默加暴击。如果照这么跌下去，阿美利卡真的就完蛋了。东升不东升我不知道，但是息必然降。老特，你赶紧结束你这个愚蠢的关税政策吧。希望大家都发财，谢谢大家，再见。